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是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每一次读书会直播过后呢，我自己隔天或隔几天呢，都会至少再听2次以上，为的就是要找出缺点，寻求改进，这样才会对得起来参加读书会的同修们。每次听过呢，都会发现还有缺点，真是学无止境，不进则退啊。其实呢，自己听自己的直播或分享也是一种自我回向。证严上人也是这样，常常听自己的开示或者讲经自己之前的讲经来自我回向。那最近证严上人才开始强调他说不要只想靠别人回向给我们，自己回向给自己呢，这个比较可靠。自己没有身体力行去做，只靠别人用嘴巴来祝福我们，我们也是得不到了这个就是真理接着又说呢，别人祝福我们的话，那只是礼貌性的语言而已这个是一言中的直指人心的精辟开示我们要把这样的真理呢，真实的道理呢，牢记在心中有一个道理我们要很清楚就是生活不顺遂，事业不顺利，或身体不健康，婚姻不幸福，儿女不孝顺等等，追根究底根本原因就是福报不够。福报不够呢，就是造福不够，也就是布施不够所以是无福之人所以呢才会时运不济，凶多吉少那生活周遭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人呢，能力很好，但是人缘不好，很有钱但不会用钱做事都是千金拨四两常常呢青面骨做工刚或者做事常常呢是事倍功半的，效率很不好等等或者是墨守成规食古不化死搬教条，抱残守缺，冥顽不灵，用法僵化等等这些呢追根究底的根本原因就是什么？智慧不足刚刚是讲福报不够现在这个是智慧不足智慧不足就是什么？学道不力，文法不够所以是欠慧之人因此常常感到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佛陀在42章经里面呢，有明白开示，人有20难，其中第一个就是贫穷布施难，第二个就是富贵学道难，那接下来还有什么？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深植佛事难等等等等等等到最后一个呢第20个呢是善解方便难就是把佛法用得很善巧很绝妙这个也是难那我们今晚要分享的是20难里面的第一个跟第二个第一难跟第二难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那佛陀本身呢是大富贵者，他的弟子中呢也有好多是出身王族但佛陀为什么要讲贫穷布施难跟富贵学道难呢？这是佛陀明确举出修行人所面临的20种困境为什么贫穷布施难？有2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过去悭贪的习气至今还存在。第二个呢，因为太贫穷了，所以没有余力可以布施这2个原因一般人尤其是未受佛法教化的人他们比较不会了解了，其实布施能够把贫穷跟悭贪一起舍掉的如果可以把悭贪布施掉的话呢，那贫穷也可以跟着被布施掉
把悭贪布施掉就是不再悭贪了嘛。把贫穷布施掉就是不再贫穷了那一般人呢，到庙里去拜拜了，都会祈求佛菩萨或神明赐给他好运赐给他财富或者要他，但是要他布施的时候，他就舍不出来。很会拜，很会求，但不会舍这样也是得不到了。因为舍得，能舍才能得有些人不会布施，并不是他没有钱，而是不懂得布施的道理或是没有布施的习惯。所以如果是富而不治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如果是富而不治，或者富而不仁，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或者没有爱心则不只是富贵学道难富贵布施也是难我有一位家境小康的家族的长辈，算是我的长辈了有一次我们同时参加一个亲戚孩子的婚宴那刚好这位长辈呢，跟我家师姐比邻而坐，我家师姐坐这里，他坐我家师姐旁边那他们都在聊都聊到济贫跟救灾的事情那我家师姐就随口呢邀约这位长辈每个月捐100块台币就好，来行善积福田结果这位长辈呢，我听他讲了很多的借口，我没有去注意听说讲很多就对了啦表达没有意愿的意思的。我在旁边看到这一幕，最后他不想捐内心的是深深的叹息为了区100块的布施，讲了这么多的借口，这个不是没有善根而已佛法上叫做什么？贫穷孤陋。孤陋的意思就是形容无父无母的意思的。那贫穷孤陋呢，就是形容一个人身心都很贫苦、很穷困，就好像没有父母的孤儿一样贫穷到无父无母一般，这个很严重了有贪念的人呢，比较舍不出去的，因为心中是呈现匮乏的状态我们看他好像还可以很富有但他的心中是处在匮乏的状态。一般这个我们叫做腹中之贫看他很有钱，其实他是贫穷的，物质上很富有的精神上很匮乏意思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穷到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那晚辈邀约你捐区100块来帮助人，其实任何有一点长者风范的人这个时候呢都会随缘随喜来成就反正也没多少钱嘛人家都提的嘛，对不对一个礼貌嘛，对不对？那这个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不是没钱是没有捐钱布施的习惯的，也不懂得布施的道理的其实这个就是佛所说的难以度化的无缘之人所以呢，布施不但要学习还要让它成为一种习惯，越捐就越习惯了就不会舍不得了古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冤枉做小人那为什么君子是快快乐乐做君子，小人是冤冤枉枉做小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君子知道天命，知天命知道因缘果报的道理，他知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意思就是说，一饮一啄就是说喝一杯水或者都吃一碗饭都是跟前世所造的福有关。君子了解这样的道理，所以呢，他不但感恩目前所拥有他还会把握因缘继续再造福，所以是福报绵延不断的有福之人。有福之人就是做什么事都是轻轻松松、悠悠哉哉、顺顺利利嘛。所以君子是快快乐乐做君子的，道理在这里的。相反的，小人就很冤枉拼命的追求，拼命的苦苦的追求，即使追求到了，却不知道这本来就是命中就有的命里本来就有的，你不拼你不求也是会有的。你说冤枉不冤枉这个叫做定数
一般人都是在定数里面呢，叫做命中注定嘛。但是学佛或者行善之人呢，在定数之外，他会创造一个变数出来，意思就是说，我自己可以改变我自己的命运。不过这个要有个条件，就是必须往内求，而不是往外求，也就是自求多福啦。改变要靠自己，改运也是靠自己，造福更是要自己来。别人造的福也无法回向给你，别人做的功德也是别人自己得，无法回向给你。因为个人吃饭个人饱，别人顶多是提供你方法而已啦。有一些学佛的居士或者发心的菩萨呢，或者志工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今生今世的贫穷是由于过去生缺少布施功德，所以才会遭感贫穷的果报。因为他们懂这样的道理，所以当他们遇到有出家人在化缘或者有寺庙要修建道场要捐钱救灾啦，要济助贫病等等，他们都会非常愿意尽力来做这些功德。对于这些人来说呢，这一生虽然贫穷，但布施对他们来讲呢，反而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了解布施的道理，他们也了解贫穷的因缘果报，所以他们贫穷布施也不难那不管是贫穷布施难还是富贵学道难这种难与不难，其实只是认知上跟观念上的问题。道理只要透彻的呢，贫穷的人也会乐善好施啦，富贵的人也会富而好学啦，学习学道的意思啦。所以证严上人才说，虽说人有20难，但只要有心就不难这是鼓励我们一般人认为贫穷的人要3餐温饱都很困难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好哪里有能力布施呢？有些人甚至还会说，哎呀，师父你劝我学佛修行，如果学佛修行可以有饭吃的话菩萨如果可以保佑我发财的话呢，那我就来学佛。那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学佛或者布施不能讲条件的如果你让我怎么样我就布施，这不可以的，这讲条件不可以的，没有对价关系的，是无所求的无所求就有所求不但没有，还会招感烦恼啦，因为你会患得患失会求不得苦对，那怎么才会有所得呢？就是靠自己亲手遍布施靠自己做，不是靠拜靠求，这样才是正信正念跟正知正见修布施法门可以改变命运，可以让人富贵，因为种善因得善果，有舍必定有得嘛修大布施大供养，真正可以把贫穷转化掉。有学佛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的那像这种大布施大供养，指的也不是说金钱物质的多少而是发心程度的大小。虽然没有钱，却能尽力发心这才是真正的发心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有钱又要捐，这个才了不起那对有钱人来讲呢，拿几万几十万甚至100万甚至几百万来布施呢，并不困难对他来讲是小钱嘛。但对于没有钱来讲打工一天才赚1-2千块台币，他要捐个500-600块，这个比例算蛮高的呢，也算不简单的呢，算发心的人呢。所以布施的功德不是看捐款的多少，而是看发心的大小。由于发心广大，所得的福报也大这样的道理也是要清楚啦。所以净思语才说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是有心人的参与是看有没有心不是看有没有钱那有钱很好有钱就做好事没钱就做好心有钱没钱都可以做好事，都可以布施的。佛法上有一个名词叫做6度万行
有学佛的人大概都知道了哦，这最基本的啦。六度万行也可以称作为六度波罗蜜。那六度就是6种方法啦，啊，6种进程啦，啊，这个过程啦，啊，也就是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修持这个6度呢，正好是对治人性的弱点6个，刚好6个：悭贪、毁犯啊、嗔恚、懈怠、散乱啊，跟愚痴啊。刚好6个对6个了，刚刚好了哈。那什么是六度万行呢？所谓的六度万行，指的就是6种帮助我们解脱的方法，可以从此岸的痛苦到达彼岸的光明世界的意思啦。那6度的度，这个度什么意思啊？度就是度化嘛，帮助解脱的意思啦。那什么是万行？万行就是这6个方法呢，你每一样都要做1万遍，都要走1万次，要持之以恒啊，反复练习，才会有所成就的意思啦。万行就是这个意思啦。那6度万行里面排在第1位就是什么？就是布施嘛。那布施就是一种舍的概念呢，布施是舍的概念呢。我们如果想要抑制我们心中的贪念或者欲望的话呢，就必须从舍开始做起，要能舍得去布施、去奉献，才有办法一步一步学习去控制我们心中的贪念跟欲望啊。这个要从小舍开始，慢慢的呢，越舍就越多嘛，舍习惯了嘛，捐金钱啦，捐时间啦，捐血啦，捐骨髓啦，捐器官啦，捐大体等等，这些都还算是有形的哦。要从舍有形的慢慢进步到舍无形的。那什么是无形的？就是舍烦恼啊，舍忧愁啊，舍痛苦啊，痛苦也可以舍啊，舍知见啊，这些能舍得了啊，就能够解脱了，甚至到最后解脱生死。学佛到最后一个目标也是解脱生死啊，做得到就是在潜藏涅槃的智慧了。那这个是很高的境界的啊。那这一切都要从小布施开始，没有这样的开始，就不会有后来的真心跟全心的奉献了啊，是一步一步来的意思了，也不会有从舍有形到最后舍无形了。这就是布施的重要，也就是为什么把布施放在6度万行的第一个的原因呢？大家注意一下哦。刚刚我们讲6度里面六个方法里面呢，忍辱之后就是精进啊。各位注意看啊，布施、持戒、忍辱，后面接精进啊，对啊，忍辱之后就是精进嘛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就是提醒我们呢，被羞辱、被凌迟而自我忍辱，这个算不简单的啦，对不对？被人家羞辱、被人家凌迟，我们还可以忍得住，这个算不简单的。但是如果能够持续保持精进，一般人会这样子哦，被羞辱、被误解、被冤枉、被凌迟，他会心情郁闷啊，就会速度都慢下来啦，就是休息一下啦，不开心啦。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这样子，还能够持续保持精进的话呢，这样就越快脱离困境了啊！不但没有停下来啊，而且还是很精进，忍辱后面接精进。还是保持精进，那这样才会越快脱离这个困境啊。那这样的人就属于什么？上智，也就是微妙的佛智融入生活中了。这个是上等智慧，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这个是讲到6度万行里面，顺便提一下了哈。好，有一个人呢，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的哭诉啊，就说我为什么我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成功，这是为什么呢？问佛陀了。佛陀就说，这是因为你没有学会给予别人。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成功，诸事不顺，没有学会给予别人呢？那这个人就回答说，佛陀，我这个人呢，
一无所有，是穷光蛋啊。佛陀说不是这样子的哦，一个人即使没有钱，也可以给别人7样东西哦。没有钱也可以布施啦，意思啦。7样东西，佛陀跟他讲，第一个眼施，眼睛的眼啊，眼施就是用善意的眼光去看别人，这个也是一种布施眼施啊。第二个和颜施，就是用微笑跟别人相处啦，常常就要带着微笑跟人家相处，人家才喜欢跟你亲近嘛和颜施的。第三个言施，就是对别人呢多说鼓励的话、安慰的话、称赞的话、谦让的话、温柔的话。第四个身施，身体的身啊，就是身体力行，以行动去帮助别人。第五个心施啊，心啊，就是要敞开心扉，以诚待人啊，不能口是心非啦。第六个坐施啊，座位的座啦啊，就是乘船坐车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弱妇孺啦。我们如果去搭公车啊，就搭捷运也是一样嘛，对，他有保留的位置嘛，你要把它让出来给别人坐啊，这个叫做坐施啊。第七房施，房子的房，就是把自己空下来没有住的房子提供出来给别人去休息去住宿啊。如果你有了以上这7种习惯的话呢，即使没钱，好运也会随之而来啊。这个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啦，7种不用钱也可以布施的东西啦。佛陀时代在舍卫城呢，有2位长者，一位叫做最胜，一位叫做南降这2位长者的都拥有无数的珍宝，很有钱，马车、仆从、奴婢、谷粮、家产等等不可计量啊。但是这2个人却是城里面的最吝啬的人。他们家中呢，门禁都很森严，还有设有7道围墙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呢，还特别嘱咐守门者不可以让乞丐进来。此外呢，为了怕那个飞鸟啊飞进来啊吃他们的稻谷啊，房舍周围还特别以什么铁丝网围绕，铜墙铁壁，还要防老鼠进来咬坏东西啊，连老鼠都要防。当时呢，佛陀的几个大弟子呢，也曾经到这2个长者的家里去托钵化缘呐。但是这2位长者呢，都是一毛不拔，说什么也不愿意布施供养了。后来佛陀认为，这2位长者得度的因缘已经成熟了，佛陀就亲自到这2个长者的家里，先到第一个最胜的家里。长者一见到这个佛陀，最胜这个长者一见到佛陀到他家里来，看到佛陀庄严的威仪啊，立刻被佛陀摄受了。那佛陀慈悲为他说法，他听了之后呢，虽然觉得很有道理，但还是未能尽信，还是不是完全相信呢。后来佛陀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这个长者心就想，哎呀，好不容易佛陀特地前来说法，让佛陀空手而回呢，实在是过意不去啦。于是呢，他就到库房里面想去取一条毯子来供佛。他请佛陀稍待片刻，自己到库房里面呢，去挑一块劣质的毛毯，品质很差的。可是呢，当他走出来一看，发现怎么不小心拿到了高级毛毯呢？他就再回去库房里面重新挑过，确定拿的那个是劣等货的他走出库房。可是他走出库房，发现又拿错了。这次是反而拿到上等的毛毯了，他又进去库房再挑一次，想挑那个比较差一点的，结果还是一样，还是变成很好的。那佛陀还在外面等啊，他急着想送去给佛陀，但是又不甘心供养这么值钱的毛毯呢，舍不得了，
就这样呢，到底要送还是不送，要换还是不换？一方面想要布施，一方面又舍不得自己的悭贪的心，有这个悭贪的心啊，这样犹豫不决，内心非常的交战，拿不定主意啊。这个时候呢，佛陀呢，他用天眼去观察到这个长者的心念啊，要发现这个长者的布施心跟悭贪心啊在交战。于是佛陀就说了一首偈子，佛陀就说话了啊：施与战同处啊，此得志不遇；施时亦战时，此事二俱等。经文很深，我们不要懂经文啊，各位直接听解释就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布施的时候，布施心跟悭贪心在交战，就好像阿修罗跟忉利天呢在交战一样啊。这个是智者所不称许的啦，有智慧的人不会赞同这样子做啦。换句话说，有智慧的人，他布施的时候，他是不会这样子做的。长者呢，这个长者在屋内远远听到佛陀说这些话，顿时呢感到非常惭愧。让佛陀这样讲我们真的很难听啊！心就想了，佛陀所说的就是我心念的写照，我刚刚心念的写照就是这样子啊，又要布施又舍不得，变成这样子在那边交战，深深的忏悔啊，改过向善啊。于是呢，赶快又挑选一条上等的毛毯来供养佛陀。而另一位长者呢，也听到了啊，就赶快以诚供养佛陀呢500两金。两位长者呢，摆脱了悭贪的交战啊，因为布施而得到福报啊，对佛陀的这个妙法呢，也都心开意解啊，有所领悟了。那这是一段佛典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呢，不止富贵学道难哦，像刚刚这两位啊，如果是富而不治啊，则富贵布施也都难呐。然而，只要心念一转，有心就不难了。其实这种例子我们生活中也是有啦，很有钱但很舍不得的人也是有啦。那为什么说富贵学道难呢？因为人一得到了富贵之后呢，有了社会地位，也有了财富，就容易迷于享乐了。因为物质生活很丰富啊，就会享受五欲六尘啊。因为五欲的财色名食睡啊，对人的那种诱惑跟缠缚呢，很难让人放得下了。那个奢侈生活过惯的，你要过那个节俭的生活，他不习惯的，而且呢，会欲求无止境啊，永无止境啊，就好像人呢陷在那个污泥里面啊，越陷越深啊，出不来。所以富贵者，他一天到晚享乐都来不及的，他哪会有学道之心呢？对，所以佛家常说嘛，学佛要带3分苦，才会好修行。也就是学佛或修行呢，需要一些苦难的逼迫，要让他深刻感觉到生命不是都一帆风顺的，还是有很多悲苦跟不顺心的时候。这样他才会升起一种想要超越的那个念头，这个叫做厌离心呐，才会有这种厌离心呐。一旦有这种想要舍离跟解脱的这个念头呢，就是开始准备踏上了修行的道路上了啦。这是每一位修行者或者修炼者的心路历程呐。很多志工参加慈济也是这样的心路历程呐。从志工里面慢慢来体会人生的道理啊，如此嘛。那还有另一种状况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他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很甜蜜、很享受，造成厌离心出不来，苦难感也出不来，误以为这个世界或这个人生啊，永远都是这么幸福快乐的，这样呢，就会如儒家所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就是说，如果都在安逸中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无法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也会在困难面前呢束手无策啊，
也会在遭遇挫折跟逆境的时候呢，意志消沉，因为没有在忧患中警惕自己去做好准备了，所以会随时面对无常跟意外的来临啊，甚至会遭逢死亡的威胁啊，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嘛。也就是说，人要在忧患苦痛当中呢，才会想到如何去超越，如何去克服，如何去解脱嘛，啊，就这样子嘛。有一位富人啊，富有的人啊，他得了绝症啊，心中啊很难过，他就去请教一位隐居的名医。名医为他诊断后呢，就说了：“你这个病只有一个办法了，除此之外呢，无药可医。我这里有3帖药，你要照着去做。1帖做完了，再打开另外1帖。哦，那这个富翁回到家后呢，打开第1帖药，上面写道：请你到一处沙滩躺下30分钟，连续21天。哎，这是第1帖药了。富翁半信半疑，这什么药啊？哦，但还是照做了哈，因为他是有名的这个医生嘛哈，这个隐居的医生啊。结果这个富翁呢，到海边去啊，每次一躺就是2小时，因为他平常很忙啊，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啊。到了第22天，21天结束了，到第22天嘛，他打开第2帖药，第2帖药上面写着：请在潜水的沙滩上找5只小鱼或小虾或贝壳，把它们送回到海里去，连续21天。这个富翁呢，满心怀疑啊，这什么药啊？不过还是照做啊。结果每一次把小鱼虾丢回海里的时候呢，他心里就有莫名的感动，对，救了这些小虾小鱼的命嘛。好，到了第43天呢，他打开第3帖药，上面写着：请随便找一根树枝，在沙滩上写下你心中所有的不满跟怨恨的事情。他就照写了。等他写完没多久呢，海水涨潮了，把那些字都冲掉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富翁呢，突然顿悟了，而感动的哭了。回家后，他觉得全身很轻松，甚至呢不再害怕这个绝症的死亡啊！这是一则很疗愈的寓言故事哦。各位线上的同学，这3帖药是祖传秘方啊，宫廷秘方啊，我们都要常常拿来服用啊。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哦。我们人因为学不会3件事情，所以常常不快乐。哪3件？第1个放松，第2个付出，第3个放下。刚刚这3帖药就是这3个疗效，这3帖药刚好药效刚好这3个：放松、付出、放下。躺在沙滩上就是放松嘛，对不对？放生小鱼虾就是付出啊，烦恼冲走了，就是放下了嘛。对，现实生活中的忙碌，有时候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啊，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太多人呢，承受着什么现实生活的紧张跟忙碌啊，生活已经很紧张了，所以我们的精神就不能够太紧绷。有些人呢，在人前呢强颜欢笑，只是不想被人看穿自己内心的脆弱跟无助啊，会隐藏隐瞒嘛。所以，当我们感觉累了啊、烦了啊的时候啊，不妨让自己静下心来，沉淀下来，放松一下，要有自我调试的机制，善待自己，从中去感受一下生活的真谛。一旦开窍了，就像刚刚那个富翁一样啊，开窍了而顿悟啊，一念心转就万境转了，对人生的顺逆境界看法会更精准、更洒脱、更自在。就像前面那个得了绝症的这个富翁一样，这个绝症的富人的故事很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智慧。其实啊，有一句成语也是充满人生的智慧啊，
叫做持盈保泰。什么是持盈保泰？很重要哦，就是永远不要耗尽最后一分的力气，永远人生永远都要有备份，就好像车子要有备胎一样，做事要有备案。那我们要去救灾之前，也先要有备灾，道理都一样。照理说了想要在工作上有所表现你必须拼尽全力嘛，或是全力以赴使命必达这个是这样子没有错了。不过即使是如此，还是要持盈保泰，不能因为尽心尽力而死而后已也不能不成功变成人这个我们也不太认同你不成功就算了，你连人也死了，那这样不是很冤枉吗？不但不成功了，人也死了，很冤枉所以不能不顾一切，要兼顾大局所以不能讲不成功变成人，要改口说什么？要成功不成人，这是我自己的体会要自己要成功，而且人也是完好，没有牺牲掉那这个境界就更高了不但任务完成了，人也平安回来了对，即使任务没有成功，人也是要活着回来。事情可以失败几次没关系，但人不能死一次对不对这样不是更圆满吗？为什么说持盈保泰的观念很重要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生无常难预料如果你随时随地都在拼尽最后一分力气那么当突然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会束手无策，因为你气数使尽毫无办法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态恶化而无能为力。这样以往所有的努力可能就只付诸东流了所以为了以防万一，就必须懂得持盈保泰。人生的努力或修行的人生的努力或修行的功课都好，都是一场马拉松的长途比赛是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所以表现也不必急于一时一刻，宁可慢慢让人发现你的实力，也不要因为急于表现，短时间内呢就精锐尽出，造成气数已尽而无高潮迭起的机会了。这也是一种功夫跟境界有些人呢，无论做什么事都拼尽吃奶的力气，因为求好心切而执着于在结果上面。他不是用心在这个过程上面，他是执着在那个结果上面所以这样的人呢，患得患失，会活得很辛苦，很容易过劳而让自己的健康亮红灯迟早也会因树大招风而成为众矢之的那下场就更堪虞了持盈保泰通常是用来劝别人不要太冒进，不要太躁进，把现在已经拥有的先把握住，先保持住，意思是这样的意思简单讲的就是一鸟在手胜过二鸟在林这样我们举例来说，大家会更明白现在后疫情时代全球面临高通货膨胀不但资源短缺，物价上涨，生活压力可想而知现在在这样的全球不景气之下，千万不要贸然投资最好是现金握在手中持盈保泰才好。你不知道下一波还有什么风暴要用钱不知道你不要说现在这个新冠疫情接近尾声了后面又来一个对不对疫情期间我们常听到某经营数十年的老店不堪亏损而歇业关门我就在想，都赚了几十年了，应该算是一棵大榕树啦怎么这么轻易就倒下来了呢？就结束了呢？理由很简单，就是没有持盈保泰。其中一个原因当然原因很多种啦，但是持盈保泰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啦。好，我们再讲一些知名的艺人或者名人，
曾经是日进斗金呐，叱咤风云呐，老了却身无分文，穷苦潦倒，怎么会这样子呢？以前这么风光，现在怎么这么潦倒呢？一样的道理，也是没有持盈保泰。所以不管年纪多大，只要体力还可以，能运动就要多运动啊，能动脑就多动脑，能行善就赶快多布施，要多付出才会越杰出。要多关怀才会越开怀，要多成长就要多承担啊！一旦承担，就要身体有承担，但是不要心里有负担，这样才会生活越活越清安。这样就是保泰，持盈保泰的保泰这个道理啊，随时让自己的身心呢啊，不管动或静，都保持在最佳状态了。而且呢，还要顺势养生慢活，不要只是汲汲营营啊，披星戴月、忙进忙出，没日没夜的为工作赚钱而忙啊！说什么爱拼才会赢啊，努力是应该的，是没有错啦。但持盈保泰才是王道。有的人说不是很会赚钱，但是很会存钱呢，很奇怪。有些人很会赚钱，但常常没有钱。这个是古圣先贤的生活智慧啊，值得我们深思去体会各中的妙境啊。刚刚我们前面讲的持盈保泰啊，就是永远不要耗尽最后一分的力气的，永远要有备份啊，也就车子要有备胎，刚刚讲嘛，对，做事要有备案啊，这个备份、备胎、备案啊，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有备无患呐。也就是人若知道有来春啊，就要预留来春谷；人若知道有来世，就要勤植来世福。不只是福报要有备无患哦，智慧也是要有备无患哦。要福慧两足尊啊，就要贫穷布施也不难啊，富贵学道也不难啊。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的精进学习。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